就在前几天，我的一个观众说《海贼王》出新手游了，叫什么《航海王梦想之争》，发了几个截图，宣传片我也去瞄了一眼，这看着也挺不错的，CG 和打斗都挺炫的，但也有可能是虚假宣传，就自己做的动画假装是游戏实机。我看下面评论区好像也是褒贬不一的节奏，那你们懂我的，我可不是一个什么听风就是雨的人，我这边也是抢到了内测资格啊，必须好好品鉴一番。开始游戏。我操，这么帅吗？一上来，西游教头直接顶上战争了2年后，大伙重新聚在一起战斗了。OK， 这就是战斗画面了嘛，跟宣传的差不多。战斗是打出下面的卡牌攻击，路飞直接一脚把海军小杂鱼给踹死，然后开奥义一个向前把熊给打飞了。接着佐罗和三字登场，再演示了一下双奥义，的确很帅，不得不说。我还以为是那种纯虚假宣传，假装实机，原来画面真的是这样。经历了这么多虚假宣传的手游，难得有一款画面和宣传是一致的，怪不得光浩发的 PV 下面很多玩家都误会了官方。现在我对这游戏的看法非常的乐观啊，希望后面也能保持这样的水准。OK， 这地图还是个大世界那种啊，可以在里面走路的。好，主线正式开始。路飞回忆过去刚出海那会儿，这段居然也不是从 TV 剧里面抠的，不搞这种偷工减料的东西，真挺好啊。OK， 路飞初登场，一个向前线的加特林给大伙都打飞了。我记得这里是要打那个艾比达哦，对，现在还是个大金鱼女，后面吃花花果实就变成美女了。说实话，以前看动漫还觉得艾比达还挺好的，可比天天想当海军，天天想着抓自己，还给他留船上供他吃供他喝，感觉大伙作为海贼人都挺好的，就海军整天想着怎么杀人。哦，可比会用给队员加怒气的技能，一用路飞就能开大招，一个火箭炮给他一跃送走。接着咱们要去救佐罗打斧王了。这卡牌还能合成呢，2个相同品质的卡牌可以合成一个高品质的卡牌，存在经典属性克制，不过是跟石头剪刀布一样的比较简单的3系克制。那还用想吗？直接可比上来就打个气，佐罗一刀流斩杀斧王，路飞再随便2下消灭杂鱼小编。我操，还真挺好玩的，战斗简单明了，一共能上6个人，3个打3个后援，操作门槛低，但能体会到满满的策略感。后面又说了个娜美和三字，娜美可以给队员抽卡，比如说这里，我先让娜美给路飞抽卡，这些三字上场打伤害实现利益最大化。人物的技能设定都是按照动漫原作来的，而且很多人物本身的梗都被融了进去。像是你安排三字上场，敌人如果是美女的话，因为她的骑士精神，三字的攻击力就会受到影响。好，新手教程结束，咱们可以抽卡了。这抽卡还能自己选分支啊！就游戏角色是有4种属性，你抽卡可以自己选属性抽，还不错，不用担心抽歪了。等一下，出彩了！圣家之犬没有资格谈什么正义，老沙来了！那前期不是无敌了吗？赶紧给老沙升个级，去打打主线看看。小时候老沙那篇章真的巨精彩，因为太难打了，前期没霸气根本打不动自然系果实。路飞打赢老沙运气成分占大头，现在老沙到我这了，不得给他们都打穿啊！我操，一个沙龙卷直接清屏加减防，然后单体输出还带中毒的，奥义也是 AOE 全屏技能，太猛了！咱们直接围绕着老沙组队伍吧。那先让我玩会看这游戏到底是个什么事儿。OK， 玩了2天啊，先说结论，挺不错的，真挺好玩的。先说优点，游戏的建模和特效啥的真的很顶，每个角色都有独立的奥义 CG 动画，而且每个角色互相搭配都能玩出不同的花样。游戏是有4种属性可以去加点升级，前期你抽到哪个5星角色，最好是直接围绕着它玩。比如说老沙是环唱属性，我就在环加环唱属性能力，然后上老沙和那个吃了花花果实后的艾比达。虽然艾比达只是一张4星卡，但是它很肉，而且有个群嘲粉，再上一个微微公主，微微公主有个巨逆天的技能，开局直接给老沙上 buff， 卡牌直接升阶，而且有概率连升2阶，也就是从青铜卡直接变成黄金卡。这是老沙一个技能就能把敌人打残，然后艾比达上去群嘲粉，敌人打完我们一轮之后，直接沙龙卷收割，再来个奥义，刚刚下来的杂兵满血就残了，最后随便2个技能收尾。主线基本就是这样一路平推，要是手操累了还有自动战斗，只不过自动战斗大伙最好直接带3个打伤害的，因为自动战斗有时候 buff 会上错人，反正肯定没有手操厉害，有时候会翻车，因为老沙太脆了。可能后面大伙都会霸完色了，自然系果实不够看了，艾比达没炒粉到3个人都给老沙来一下，老沙就歇菜了，所以一定要有个会炒粉的。战斗差不多就是这样，然后是剧情方面没有做修改，就是原汁原味的海贼王，3D 做的很好，不是那种劣质3D，所以剧情我没有一直在点跳过，有时候到了那种非常经典的章节，我会想回忆一下看一遍，比如说路飞初登场，还有佐罗第一次鹰眼对战这波，这么经典的剧情我肯定是不会跳的，而且剧情还有 QTE 在里面，真挺不错。
错的。而且这游戏有一个细节我很喜欢，就是过主线为了让玩家不出戏，像是说初次见面打乌索普，你就算有乌索普这个角色也不能上场，因为不能出现乌索普打乌索普，这点我觉得很用心。游戏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玩法是探索玩法，算是一个偏收集向的玩法吧，主要是探索各种岛屿，发现新岛屿，在上面遇到各种随机事件，得到的货币可以在商店购买道具，反哺到游戏本体里，这个玩法也挺有趣的。对，这就是我玩了2天《航海王梦想指针》的全部体验了。不得不说，游戏制作组是真的想尽可能的还原 IP， 让大家进入到海贼王的世界里探索，非常用心啊！大伙如果对这游戏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前往预约，游戏会在4月1号公测。那么这就是本期的全内容啊，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给3关注，收听更多有趣的视频。那这样吧，我是尼虎，我们下期见。